你有没有发现，有些好事快要靠近你的时候，你反而会先慌一下？比如一个工作机会已经递到你面前，对方让你尽快确认，你明明很想要，却迟迟不回消息。比如老板终于愿意给你涨薪，你第一反应不是开心，而是开始担心自己是不是接不住。再比如你遇到一个情绪稳定、认真对你好的人，对方越靠近，你越忍不住挑毛病，怀疑他是不是哪里不对，然后你开始拖延，开始冷淡，开始找理由退出。机会快到手了，你突然不确认；关系快稳定了，你突然想逃。事情明明可以往前走，你却在临门一脚的时候把自己往后拽了一把。别人以为你只是运气不好，或者性格太拧巴，可你自己知道，有些时候不是外面发生了什么，而是你的身体先紧了。手机就在枕边，消息也看见了，你就是拖着不回。对方越温柔，你越忍不住反复确认，他是不是很快就会变。这件事很少有人会直接说出来，很多人不是没有机会，也不是没有能力，他们只是很难安稳地接住好东西。一个合作要谈成了，他突然不敢报价；一个视频数据起来了，他反而不敢继续发；一段关系终于不再忽冷忽热了，他却开始觉得不真实。他会觉得危险，觉得自己马上就要付出代价，于是他会退回那些熟悉的状态里，熟悉的拧巴，熟悉的委屈，熟悉的不敢要。那些东西当然不好受，但至少他知道怎么应付。真正陌生的反而是被认真对待，是钱真的进账，是生活开始变好。今天这期视频可能会有点扎心，如果你总是卡在某个收入瓶颈，如果你明明有能力，却总在关键时刻掉链子，如果你总是遇到很好的人之后，反而开始逃避、怀疑、破坏关系，那你一定要看完。因为今天我们要聊的，不是简单的运气不好，也不是一句你太敏感就能解释的性格问题。你对这个世界的不配得感，你面对机会、金钱和稳定关系时的紧张，不一定只来自父亲。但父亲这条线常常是一个很重要的入口，它会影响一个人后来怎么面对权威，怎么面对竞争，怎么理解规则，怎么处理金钱，也怎么相信自己配不配被爱。很多心理咨询里都会观察到一种现象，你早年怎么体验父亲，可能会影响你后来怎么体验外面的世界。这句话不能讲得太绝对，不是说父亲一个人决定你的一生，也不是说所有痛苦都要怪父亲。人的成长会被很多东西影响，母亲、学校、同伴、创伤经历、社会环境都会参与塑造一个人。但父亲这个位置确实特殊，这里说的父亲也不只是生理意义上的父亲，它也包括那个在家庭里代表规则、边界、力量、外部世界的人。现实中，这个角色可能由父亲承担，也可能由母亲、祖辈、继父、老师，甚至某个长期在场的大人承担。只是在很多传统家庭里，父亲常常就是那个角色。在孩子很小的时候，最早的安全感往往来自主要照顾者。很多家庭里，这个人是母亲，孩子饿了、困了、害怕了，第一个去找的人是妈妈。妈妈的声音、气味、怀抱，会让他感觉自己还在一个安全的地方。而父亲的出现常常带着另一种意味。你看很多小孩一开始并不亲父亲，爸爸一抱他哭，爸爸想哄，他扭头，爸爸靠近妈妈，他要挤到中间去。这个画面并不一定说明孩子不懂事，也不说明父亲不重要，它只是说明对一个很小的孩子来说，妈妈像他的安全区，而爸爸像一个突然走进来的外部人物。成熟的父亲会慢慢理解这件事，他不会因为孩子拒绝自己几次就觉得受伤，转身不管了。他也不会急着用强硬的方式证明我是你爸，你必须听我的。他会一次次稳定的出现。孩子不让抱，他就先坐在旁边；孩子哭，他不急着发火；孩子慢慢靠近，他就接住一点。孩子需要通过这些小事确认，这个人不是来抢走妈妈的，他也是安全的。可现实里，
很多父亲并不懂这个心理机制，有些父亲不是不想靠近孩子，只是被孩子推开几次后，尴尬了，受挫了，面子挂不住了。他心里可能会想，反正孩子只要妈妈，那我就不管了。于是他开始退到旁边，像一个住在家里的旁观者。有些父亲走向另一个方向，他受不了孩子不亲近自己，就用吓唬、命令、贬低来建立权威。孩子不听话，他不是蹲下来问怎么了，而是先让孩子怕自己。久而久之，孩子学到的不是尊重，而是紧张。还有一些父亲看起来很好说话，其实是在用讨好换孩子的喜欢。妈妈不让吃糖，他偷偷买；妈妈刚立好的规矩，他转身拆掉。孩子一哭，他什么都答应。孩子短期会很开心，但他也会慢慢分不清爱和无边界。这几种父亲看起来很不一样，但他们都会让孩子对外面的世界产生一些偏差理解。冷漠型父亲带来的感觉是，我伸手，没人接。暴躁型父亲带来的感觉是，力量是危险的，强者会羞辱我。无原则顺从的父亲带来的感觉是，在家里所有人都可以让着我，可出了门，世界不会这样配合。有些人的退缩，看起来发生在公司里，发生在恋爱里，发生在赚钱和竞争里。可如果从上帝视角往前看，会发现他更早以前就学会了一件事，不要轻易往外伸手。我们先讲冷漠型父亲。冷漠型父亲最容易养出一种表面很独立，内心很孤单的孩子。这个孩子小时候可能也试图靠近过父亲，他拿着一张画站在门口，想让爸爸看一眼，爸爸眼睛没离开电视，只说放那吧。他想讲学校里的事，爸爸低头刷手机，了一声就没下文。他害怕、委屈，需要支持的时候，父亲常常丢下一句找你妈去。一开始孩子还会再试几次，后来他会先把话收起来，再后来连想说的话也收起来，最后他好像变得很懂事，不打扰别人，也不麻烦别人。但这不一定是成熟，有时候这只是一个孩子太早学会了把手收回来。小孩本来是会伸手的，他画了一张图，会想让你看，摔了一跤，会回头找你，心里害怕，会想靠近一个大人。如果后来他不找了，通常不是因为他不需要，而是他找过很多次，没有被接住。这种冷漠不一定会形成特别戏剧化的创伤，它更像一种慢性的失望，一点点渗进孩子的身体里。长大以后，他看起来很独立，什么事都自己扛，不太求助，也不太表达需要。别人以为他高冷，其实他只是早就默认，我说了也没人听，我靠近了也没人回应，所以他进入关系的时候会犹豫。别人约他，他想去，但又怕自己多余。遇到喜欢的人，他想靠近，但又怕自己的需要太烦人。工作上明明可以争取，他也会先退一步，好像只要不期待，就不会失望。再讲暴躁型父亲，暴躁型父亲伤孩子最深的地方，不只是脾气差，而是他会让孩子把力量和危险绑在一起。孩子想解释，刚开口就被打断，还顶嘴。孩子想试一次，父亲先说你肯定不行。孩子考试没考好，父亲不是问他这次卡在哪里，而是一开口就说你怎么这么没用。同样是教育，有些父亲是在帮孩子看见问题，有些父亲是在让孩子觉得自己就是问题。教育针对的是事情，羞辱打到的是人。一个长期被贬低的孩子，会慢慢把父亲的声音装进自己心里，后来没有人骂他，他也会自己骂自己。面试没过，他不是先复盘，而是想我果然不行。视频数据不好，他不是看选题和节奏，而是觉得自己很丢脸，工作被退回。他脑子里第一句话可能不是哪里要改，而是我是不是根本不适合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明明已经长大，却还像活在父亲的眼神里。他怕的不是眼前那个人，而是那种熟悉的否定方式又回来了。一个皱眉，一个不耐烦的语气，一句你这个不行，都能把他拽回小时候。在亲密关系里，这种人也容易反复受伤。
有些人会特别会照顾别人，却不敢要求别人照顾自己。别人对他好一点，他会受宠若惊；别人冷淡一点，他反而觉得熟悉。因为他从小习惯了用努力换一点点认可，所以长大后也容易爱上难以取悦的人。另一些人会走到相反方向，他们不想再做那个被压住的小孩，于是长大后用控制、发火、强势来证明自己有力量。可这种力量很脆，一碰就炸，因为它不是稳定的力量，而是受伤后的防御。一个是退到后面，一冲突就消失；一个是冲到前面，用压过别人来保护自己。表面很不一样，底层却有相似的地方。他们都没有真正学会健康地使用力量。健康的力量不是让别人怕你，也不是遇到冲突就消失，它更像一种稳定感。我可以承担，也可以表达，我可以不同意你，但不需要摧毁你。我可以保护自己，也不必把别人踩下去。这种力量，很多人小时候没有在父亲身上见过。还有一种父亲是无原则顺从型，这种父亲看起来最像好爸爸，孩子要什么给什么，孩子哭了就妥协，孩子犯错也不纠正。他不想当那个让孩子失望的人，所以总是偷偷站到孩子那边。问题是，孩子需要爱，也需要规则。一个孩子哭了，大人可以抱他，安慰他，但糖不能无限吃。孩子受委屈了，大人可以听他说完，但他不能用伤人的话攻击别人。孩子想要自由，大人可以给空间，但也要让他知道别人也有别人的边界。如果父亲永远只负责讨好孩子，孩子就很难学会现实世界的边界。长大后，他可能很难接受别人不按他的需求来。恋爱里，对方没及时回复，他会觉得被冷落；工作中，规则没有迁就他，他会觉得被针对；朋友拒绝一次，他会觉得关系是不是变了？他不一定坏，他只是没有真正完成从家庭中心走向现实关系的过程。在家里，大人可以为他让路，可到了社会里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、需求和边界。所以父亲不是越凶越有权威，也不是越顺着孩子越有爱。好的父亲要有温度，也要有边界。他能接住孩子的情绪，但不会让孩子以为所有人都必须为他的情绪让路。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点，父亲要能承受孩子最早的反抗。这句话不是说孩子可以随便伤害父亲，也不是说父亲要无底线忍受孩子发泄。这里说的反抗，是孩子发展过程中那些很原始、很不成熟的排斥和抗拒。比如不要你抱，比如跟你抢妈妈，比如生气时说我不喜欢爸爸。从心理发展来看，这并不一定是坏事。孩子慢慢发现，妈妈不是完全属于自己的，世界也不是只围着自己转。这个发现会让他受挫，也会让他生气。如果父亲能承受这种早期反抗，孩子会获得一种很珍贵的经验，我生气了，关系也不会塌。他会知道自己可以有情绪，可以表达不满，可以和一个有力量的人发生冲突，而不一定会被羞辱、被抛弃、被报复。温尼科特讲过类似的抱持概念，大意是孩子需要一个足够稳定的大人来承接他的不成熟。这个大人不是纵容孩子，也不是把孩子压回去，而是在关系里告诉他，你的情绪可以存在，但别人也有边界。如果一个孩子的反抗从来没被接住，他的力量就可能转向里面。本来他可以向外探索，可以争取，可以说不，可以表达不同意见。可是当他发现这些动作会带来羞辱、冷暴力或惩罚，他就会慢慢把这些力量压回去。长大后，他看起来很温和，其实心里一直在自我消耗。很多成年人缺乏动力，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没有欲望，而是他们的欲望很早就被吓回去了。小时候他想争取，被说不懂事；想表现，被说爱出风头；想解释，被说顶嘴。久而久之，他就学会了不要想太多，不要太多，不要让自己显得太有攻击性。但心理学里的攻击性并不等于伤害别人，它也可以是生命力。
他是你能说不，能争取工资，能提出不同意见，能保护自己的时间，能在关系里告诉对方这样我不舒服。一个完全没有攻击性的人很难真正活得展开，因为他连保护自己的那一点力量都觉得是错的。除了父亲和孩子的关系，父母之间的关系氛围也会成为孩子理解亲密关系和安全感的一部分。很多大人以为只要自己对孩子还可以，夫妻关系差一点没关系，可孩子对家里的气氛非常敏感，尤其是心思细腻的孩子，他能感受到妈妈是不是孤单，饭桌上是不是压抑，门一关上是不是又要吵架。有些孩子听见父母争吵，会在房间里装睡，其实他根本没睡着，他在听外面的声音有没有停。妈妈一个人在厨房里洗碗，很久没说话，他会突然变乖。半夜看到妈妈坐在客厅发呆，他会记很久。如果母亲在婚姻里长期被忽视、被消耗，得不到支持，孩子很容易心疼母亲，他心里会悄悄长出一种责任感。我要陪着妈妈，我不能丢下她。这会影响孩子完成心理分离。一个孩子要长大，需要慢慢从和母亲的共生里走出来。他要知道，妈妈是妈妈，我是我，我爱妈妈，但我不需要替妈妈活。可是如果妈妈长期处在痛苦里，孩子就很难放心离开。朋友约他出去玩，他看到妈妈一个人在厨房沉默，最后说我不去了。长大后有机会去另一个城市，他第一反应不是兴奋，而是内疚。恋爱关系快要稳定时，他心里会冒出一个很隐秘的念头，如果我过得很好，妈妈怎么办？这就是很多人不敢向外走的原因之一，不是他没有能力，而是他心里还拴着一个孤单的母亲。所以父亲能不能和母亲一起撑住这个家，对孩子很重要。重点不是浪漫的说爱妻子3个字，而是支持、尊重、共同承担。孩子看到母亲不是一个人在硬撑，他才会安心。妈妈不是一个人，妈妈不需要靠我来拯救。这2句话对一个孩子来说，比很多大道理都重要。它会让孩子放心去学习、去玩、去交朋友、去探索外面的世界，因为他知道家里有大人，妈妈有人支持，我可以去长大。所以有些人的社交退缩，表面看是怕人，其实是怕那个早就存在的外部世界。他的困难可能不是单纯的社恐，也不是懒，更不是没出息，他只是太早学会了防御。讲到这里，一定要说清楚，理解这些不是为了把所有责任都推给父亲。很多父亲自己也是受伤的一代，他们可能从来没有被好好爱过，也没有人教过他们怎么表达情感。他们的工具箱里只有沉默、批评、命令、赚钱、逃避和发火。但理解原因不等于取消责任。你可以理解父亲为什么成为这样的人，同时承认他确实没有做好父亲的位置。这2件事不冲突。比较难的是，你要同时做到2件事，把他的责任还给他，也把自己后面的人生拿回来。如果你发现自己就是那个缺乏力量感的人，不用急着逼自己立刻改变，先看见旧反应是怎么发生的。当你面对比自己强的人时，身体会发生什么？你的喉咙会不会紧？手心会不会出汗？脑子会不会突然空白？你会不会立刻陪笑？声音变小，连自己本来想说什么都忘了。当别人拒绝你时，你是普通失落，还是马上觉得自己整个人都不值得？当你想争取一个机会时，你脑子里出现的是自己的判断，还是某个熟悉的否定声音？这些反应会提醒你，你今天面对的可能不只是现实，而是过去的经验被激活了。你怕的未必是眼前这个人，而是他某个语气、眼神、权威感、否定方式，让你想起了小时候那种无力。然后你要慢慢验证童年那套判断还准不准。童年给你的旧地图可能有很多错误标记，他可能告诉你强者都会羞辱你，关系靠近就会受伤，独立就是背叛母亲。可是长大以后，你需要一点点重新走一遍。你可以从很小的事情开始，
主动表达一次需求，认真拒绝一次不合理的要求。被别人否定时，先不急着否定自己。母亲不开心时，提醒自己那是她的人生，不是你的全部责任。这些练习看起来很小，但他们是在一点点更新你对关系的判断。心理学里会把这种对自己、他人和关系的基本预期叫做内在工作模型。小时候的关系会塑造它，成年后的新经验也可以修正它。你不是靠一句"我想开了"就突然改变，更多时候是靠很多次新的体验，让身体慢慢知道现在不一样了。你还要开始练习那些以前不敢做的小动作，拒绝一次，表达一次，争取一次。别人越界时，你说一句"不太方便"。工作里你觉得待遇不合理，就认真谈一次。关系里你不舒服，不再用冷淡和消失处理，而是试着说清楚。你不需要变成一个很强硬的人，你只需要慢慢变成一个不再随便放弃自己的人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不要把别人放到新父亲的位置上。有些童年缺少父亲接纳的人，长大后会在伴侣、老板、朋友身上寻找补偿。老板一句评价，他听成生死判决；伴侣一次冷淡，他立刻觉得自己不值得；朋友没有及时回复，他会觉得自己又被丢下了。这种渴望可以理解。小时候没有得到的确认，长大后当然会想找回来。但如果你把一个普通人放到拯救童年的位置上，关系很快就会变形。伴侣可以爱你，但他不能替你补完整个童年。真正能慢慢修复你的，是你开始在心里长出一个稳定的大人。这个大人会支持你，也会约束你，会保护你，也会提醒你承担责任。你失败了，他不会立刻骂你废物，而是带你复盘。你被拒绝了，他不会说你完了，而是告诉你这只是一次不匹配。你想离开母亲去过自己的人生时，他会允许你心疼他，但不会让你把自己交出去，陪他一起困住。讲到这里，也许有些正在做父亲的人会不舒服，但这一段我反而更想认真说，父亲最大的成就不是让孩子怕你，孩子怕你不代表他尊重你，他可能只是学会了隐藏自己。孩子不顶嘴不代表他认同你，他可能只是知道表达没有用。一个好的父亲不是把孩子压到安静，而是让孩子在你面前可以真实。他敢说我不想，敢承认错误，失败之后敢回来找你。你能立规矩，但不羞辱他；你能表达不满，但不摧毁他的自尊。你能让他承担后果，但不让他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。父亲的权威不应该只是压迫，它更像一种承托。你在，规矩还在，但孩子不会因为犯错就失去你。你有力量，但你的力量不是用来欺负弱者。你和家里的另一个大人一起撑住生活，孩子才会放心离开妈妈，走向外面。最后，我们回到一开始的问题，父亲真的会影响你和世界的关系吗？我的答案是，父亲可能影响你最初面对世界的姿势，但不该替你写完后面的人生。童年给你的是默认设置，不是终身判决。你小时候没有被接住，所以你害怕，这很正常。你小时候被贬低，所以你自卑，这也不是你的错。你看到母亲孤单，所以你不敢离开，这说明你曾经很爱她，也很心疼她。只是现在你长大了，那些曾经保护你的方式可能已经开始限制你了。从下一次你想退回去的时候开始，先停一下，不要急着骂自己没用，也不要急着说我就是这样。你可以问问自己，我现在面对的是现实，还是旧地图上的标记？父亲给你的那张地图也许有很多错误，他可能告诉你外面很冷，强者很可怕，关系不可信，离开就是背叛。但地图不是世界本身，你可以重新走一遍，慢一点也没关系，哪怕只是回一条消息，谈一次价格，说一次不，接受一次别人对你好，这些都是新的路。如果今天这期让你想起了某些经历，欢迎在评论区写下来。你不一定要写完整件事，写一个瞬间也可以。也许你会发现，
很多你以为只有自己才有的感觉，其实很多人都懂。也欢迎你订阅这个频道，这里会继续聊那些藏在人际关系背后，没人替你说清楚的心理真相。你曾经没有被好好接住，这件事是真的，但后面的人生不一定还要照着那张旧地图走。